真没想到大家这么想看 S Boost 的联动啊！上期视频来了好多想看这玩意儿的兄弟。OK， 那么我把压箱底的 S 高达推进器拿出来，给大伙开个箱，来作为上一期的续集。毕竟谁叫我是个宠粉的 UP 主呢？来到我最喜欢的环节，撕血离纸。这种开新品的畅快爽感简直不要太开心啊！话说有多少人想看这台 S 高达的评测？互动弹幕投个票，买来挺久都没拍过。那封套的背面就有这次的主角展示与 Z Plus C1 的合体造型。说实话，当时买的时候根本没想着要跟 Z Plus 做联动测评，毕竟当时都不知道之后会出 Z Plus， 当然也真没意识到还能玩这样的合体变形。OK， 那么这里展示的就是这次 Z Plus C1 装载 S Booster 要用到的全部零件了。那 S 高达套件里是专门附属了2个 C1 连接件的，理论上来说，之前发售的 C1 也可以用，可以说几乎 S 高达要换装的东西 C1 都要用上。另外，除了上面需要的配件以外，当然还需要准备的就是一架已经变形为冲浪者形态的 C1 了。OK， 那么换装开始，首先把护裆的装甲先拆下来，接着拔下背部的推进器，然后再卸下两侧的腿炮。接着需要解锁后裙甲与腿部的连接，并向上掀起后裙甲，这里一定要像这样压着前面，这根轴很紧，而且是纯塑料的轴。接着是这个大腿，就像另一边一样，我已经拔下来了。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用力的，但是这里需要一定的力气才能拔下来。虽然我在装回去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很松了。接着把两边的翅膀向后翻转90度，保持这种垂直的状态，并且把2个翅膀都收紧，燃料管展平。接着是把2条手臂都往外掰90度，相当于回到变形前的状态。然后这里又来一次，把2条胳膊都卸掉，一定要小心这里胳膊根部的转轴。接着拿出这个连接件，掰成2半。接着把这个之前水平的腿部连接关节重新掰到垂直向下。接着拿出连接件，连接件的上端是有一个插桩的，把插桩插到大腿的连接孔内。另一边也是一样的操作。插完后要记得把2边合拢，不过如果你发现这玩意儿合不拢，恭喜你，我也是，这里好像是腿部干涉导致的，搞不懂为什么设计的这么松。接着再把之前的护裆甲给重新装回去，接着把2根燃料管给插上，这里没有把连接桩做成2半合让燃料管来固定，而是把连接桩都做到了一边，直接导致燃料管装上以后这个地方更合不拢了。接着就是装推进器了，这里用的是带导弹舱的这一种，连接的位点左右也是不一样的。然后给前方的推进器背包上炮管，接着给之前的手部连接桩也装上连接件，这里的关节非常的脆弱，不是金属的，所以用力一定要谨慎。然后把刚刚拔下来的腿炮再装回到腿部连接件上，这个地方的连接是很松的，腰炮很容易掉下来，要注意。然后才能把推进器再装回到2个胳膊的位置。接着翻到背包背面，把后裙甲这里和连接件再重新合上。然后就能把 C1 的推进器再装回去了。接着再拿出这个连接件来插到精灵炮的下方。最后再拿出 S 高达的这把光束加农炮，把握把的部分掰过去，然后将灰色的连接桩的部分接到之前的连接件上就 OK 了。OK， 那么变形完成，那各位觉得这个换装完成的造型怎么样呢？那这个造型有个名字已经呼之欲出了，但我一直从视频开始憋到了现在，主要是因为我不能清楚的界定它到底是还是不是。没错，就是蜂鸟。作为深度强袭护卫机的 Z Plus 蜂鸟，设定中准备制造的深度强袭高达在设计之初便明确了需要护卫机。然而深度强袭这个造型大家也知道，这喷口数量不是正常装了4只的 MS 能追得上的，所以就别说护卫的任务了。于是只能将 C1 型进行改装，加装 S 高达的 S Booster， 以达到比深度强袭更快的速度。另外，由于 C1 本来就没什么富余的空间，所以还专门加装了2个超大的推进器储存罐挂在尾部。然而一开始的设计中就是粗暴的换掉了4只，于是只能维持在 WR 的冲浪者模式，也就是现在这台 M2 魂所展示的样子。在重新设计了 C1 一番后，才把手臂又给弄了回来，变成这种半人形的。可惜的是，因为深度强袭最终也没能制造出来，所以蜂鸟自然也就只停留在了图纸的阶段。所以这里这个只有 WR 形态的 C1， 你可以说它是蜂鸟，你也可以说它不是。不过都已经把这种 WR 形态还原了，为什么不把人形也给我弄出来啊？马萨卡，难道之后要遵循设定出一台再版的 EXS， 带上蜂鸟需要的2个替换用的胳膊？哎呀，我是真他妈敢想。但即使真的这样出，我肯定也不会买了，因为眼前这个蜂鸟的换装啊，把玩体验真的太地狱了。
尤其是腿的连接件根本就合不拢啊，而且变一个来回零件送一大片。争论飞机形态的造型的话，它也没有 A1 戳我，所以啊，这个玩意儿就是一脸的写着不值。如果不是 S Booster 和 C1 都入得了的兄弟，非常的不建议专门去凑这个形态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次再见吧。